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《雷霆任务3》，这也是系列的完结篇。游戏最大的特色是在进入关卡之前可以自由的选择副武器，这样怎样利用这些副武器，就是对玩家的一个考验。另外呢，游戏还可以跳跃射击，以及向斜上的45度方向进行射击。所以说，操作方面变得要素更加丰富了。第一关我选择的副武器是手雷，绿色的敌兵需要打2下。本作与其说是雷霆任务系列的完结篇，不如说是整个人间兵器系列游戏的完结篇，因为后面的我就没有再看见这种游戏了，非常的可惜。第一关的难度不算高，要点在于一些油桶或者说储蓄罐的处理，因为呢它可以挡住你的子弹，但是敌方的子弹可以飞过来。这里有一个自动步枪，咱们可以捡着。自动步枪呢也是副武器之一。咱们在这里捡呢，后边就不选择了，因为副武器的话有9种，但是可以选择副武器的关卡只有7个。你如果想把这些副武器看全的话，那就需要在关卡流程当中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门呢是加血量上限的，如果进 S 门的话，就又切换成了本关的副武器手雷。S 门呢有2种情况。如果你本关选择了副武器，它呢会给你补充本关的副武器；如果你没有选择副武器，那你就是回1滴血。有一些门里边也可以加血的上限。第1关过关，整个游戏流程10关，其中7关可以选择副武器，369不能选择。第2关咱们选一个激光枪。激光枪的特点是穿透攻击，而且攻击力非常高，可以秒杀这些小兵，包括这种机械豹，还有绿色的小兵需要打2枪的都可以秒掉。碰到敌人呢是不掉血的，但近身情况下被敌人的拳头打到是掉1滴血，被空中的手雷砸到也是掉1滴血，但是如果被炸到就是2滴血，被枪击中也是2滴血。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，我现在玩的呢是游戏的默认的难度，咱们出门的话是3滴血，但是如果利用秘技来输入密码，可以开启隐藏的难度。隐藏难度的话，主人公出门默认就是2滴血，这样1枪就挂了。那默认难度和隐藏难度还有一点不同，就是结局不同。结局的话，隐藏难度会多出1张图片，对，就多出1张图片就没了。所以说呢，我玩的还是默认的难度，这样到通关之后，我会给大家把那张图片补上。第2关的 S 门可以进，因为它补充的是咱们现在拿的激光枪。敌方的小兵开枪一般都是站着或者蹲着。开枪的节奏比较固定。第2关也是有一个补充血量的门，只有最后一关是2个补充血量的门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，几种攻击方式，像空中开枪、横着开枪和跳起来压你。跳起来踩人的话，咱们注意不能站在屏幕的最左边。它血量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呢，会用这种跟踪的炮弹，非常抗打，用激光枪都打了好久。好的，打完。这样第3关了。那第3关呢是一个竞速的关卡，咱们就选择不了副武器了，只能使用默认的手枪。但好在第3关的流程比较短，
这条路呢是上下2个车道，不能碰到敌人，碰到敌人呢咱们掉血，这个其实很不合理，对吧？但没办法呀，游戏就是这样的设定。刚刚还能看见路上有路障，路障的话可以操纵摩托车跳过去。但是第3关呢没有必须跳的路障，不像第6关，第6关是有必须跳跃的地方。敌方的攻击方式就是撞你，手枪和手雷。咱们子弹数量有限，但好在呢，本关的流程不长。看咱们现在的副武器是一把小刀，这把小刀攻击距离很近，所以说虽然可选的副武器有9个，但实际上副武器的数量是10个。这个小刀后面也会给大家演示的。那本作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选择女主，因为我给大家录制2代的时候用的是女主。好，看到了 BOSS 的车，他扔了几个闪光弹，这样咱们停下了。其实咱们也有闪光弹。第4关选择副武器吧。我选择的是发射火焰弹的这个炮，这个应该是最废的副武器了，除了小刀之外。你看它就是这样，这个火应该还可以烧到自己的，所以发射之后呢，我就不太往前走。那本关开头就可以补充一个 RPG。火箭炮，这个炮呢是秒杀小兵的，但是数量比较少，只有10发。咱们的副武器里边也有这个 S 门，我没进，如果我进了呢，补充的就是火焰弹那个副武器，太坑了。而且呢，本关没有 BOSS。红色的敌兵是2下。他后空翻的时候是无敌的，黄色的现在需要3枪了。流程刚刚进入第4关，已经出现了需要打3枪的敌人。好，向斜上方攻击。这个射击角度其实可以经常利用的，尤其是楼上扔手雷的敌人特别讨厌。这个门要进一下。这是加血的，离过关不远了，来了2个黄的。咱们的手枪子弹如果打光的话呢，就像人间兵器一样，那一次呢只可以发射1发子弹，而且子弹的速度比较慢。第4关也过关了，第5关看一下选择什么。来了一个闪光弹，闪光弹的特性非常好，敌方被闪到之后，不管这个敌兵需要打几枪消灭，你都可以1枪把它干掉。像前面这个盔甲兵需要5枪，如果你不用闪光弹的话，本关的子弹绝对是不够的。这个雕像我还摸了一下，闪他一下，而且这个铠甲兵的火力非常猛。后面这个货还偷了我1枪。本关的闪光弹绝对是够用的，有补充。而且不止1次，所以咱们就可以狂扔了。
如果你哪一关选择了闪光弹，你会发现这关的难度是最低的。33发，一枪一个。把血加上。我记得2代也有类似的雕像，不过摆在是室外，第2关好像就可以看见了。好，前面这个门也是补充闪光弹的，50发。很可惜啊，咱们一次只能扔出1发。哦，这里2个铠甲兵。如果没有闪光弹，咱们10发子弹就扔出去了。好，补充手枪子弹的门。刚刚这里呢，跳跃攻击帮了大忙。需要在有扶手的地方跳跃，那种铁质的栅栏呢，你是翻不上去的。但其实有扶手这种，这弹跳力也太惊人了吧！过于夸张。翻上去2枪，再来1发。啊，这回他站着晕了。再补一个。哦，这没有敌人了，没有敌人，我还在扔。好的，过关。基本上咱们只在第2关结局打了个 BOSS， 后面其实还有。第6关呢，也是一个竞速关卡，而且呢，也不能选择副武器。但是开的是这种小快艇啊，水面这次也有障碍物。那敌方的攻击方式更加丰富了，你看，刚刚那个货弃船了，想扑过来打我。水下也有敌人，然后水面有障碍物。赛道呢，同样也是只有2个，上下2个，有的地方需要强制的跳跃了，不能完全靠躲了。流程也不长，因为咱们的子弹呢有限，途中没有补充，打光之前它就会让咱们过关的。这如果没抓到我怎么办？直接就自己掉水里了。子弹还是要省着一点用啊，不能没有节制。过关之后，咱们应该大概剩10发左右的子弹。9发了。好的，过关了。这样游戏流程其实关卡数量过了大半了。从第7关开始，感觉游戏的难度稍稍提高了一些。第7关咱们选一下。第7关使用爆竹雷，这种手雷呢爆炸范围更广一点，感觉持续时间更长。但是呢，本关中途咱们是要切副武器的，因为要打 BOSS。前面有的话就抓紧用吧。好，跳跃攻击，这种利用地形障碍物卡位，也是这个系列游戏的精髓吧。那我玩过的类似的这个游戏，包括红白机的人间兵器1代，然后红白机的雷霆任务1代。街机的雷霆任务1代 ，MD 的雷霆任务2代和3代。另外，街机平台还有一个游戏叫做《英雄救美》，那个看起来是一个山寨的，但是呢，游戏类型也差不多，游戏机制等等非常明显是在模仿本作。
录制的话，恐怕除了红白机版的雷霆任务1代啊，其他的我都录制过了。等他下来，这手雷让他们扔的。非常可惜的是，这个系列呢没有延续下来。当年好玩的游戏，甚至一些名作，没有传下来的太多了。那流传下来的呢，恐怕也失去了当年的神韵。大家想一下双截龙、魂斗罗系列，然后呢再想一下绿色兵团、赤色要塞。绿色兵团我录制过红白机版的1代，街机版的1代和2代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这个喷火枪呢，咱们要打 BOSS 来用。前面不远，应该快到了。好，就这儿。这 BOSS 是一只机械的半人马，躲他的导弹就往上面跳。然后等他走过去之后，用火来烧他的屁股。离远了呢，就手枪射击。跳上来的时机不能太早啊，咱们还要利用这点无敌时间呢。刚刚我还挥了几刀，这就是默认的副器小匕首。把这个半人马拆了，第8关。第8关咱们要用这种散弹枪，这个枪呢发射的子弹很多，但是威力和手枪一样。如果你想增加威力的话，就需要齐脸射，贴得越近越好。这关需要留几发，打 BOSS 用。不然打本关的 BOSS 时长会比较长。S 枪正好可以打到挂在棚上的那些小炮台。所以想要玩好这款游戏，在每关选什么副武器还是挺重要的。好用的副武器就那么几种，而且呢只能选择一次。学补一下，撞他一下。撞人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。补一下吧，39发够了。BOSS 大概10几发就能打死，但前提呢是你需要近身，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到他身上。哎，这下他没打到我，我也没打到他。玩雷霆任务1代的时候呢，也有这种敌人，那个时候还比较难处理呢，因为他很肉，然后飞过来抓你。上面的那个火焰炮咱们就不要了，发射火焰弹的没有用。
本作可以向斜上开枪，所以处理这种怪呢更简单了。而且我拿的这个武器也克他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近身轰吧。等上面的小炮要开枪了，咱们再躲。好，2到3次吧，就可以把它干掉。这样游戏流程就只剩下2关了。本关呢，主人公把 BOSS 干掉了，还以为结束了呢，结果在飞机上，飞机就被劫持了。这里咱们没有副武器，只有默认的小刀。小刀呢可以秒掉敌人，但是攻击范围太近了。这关子弹肯定是不够的，咱们需要找掩体啊，敌方也可以利用。慢一点走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也会上敌人，这个很讨厌。另外有一点我需要说的是，这个客机是不是叫空中走廊啊？太长了，有没有？感觉至少50排座位。而且它这个座位离的距离的还特别远。好的，再往前，慢一点，时不时的蹲下。当然了，敌方也可以蹲着射击。我没有子弹了，现在发射的子弹就很慢，而且呢，一次只可以打1发。3个呀，把我封在里面了。好，开一枪呢就躲起来。快到飞机头部位置了吧？我刚刚还说这个飞机长呢，结果又长出1倍啊！敌方子弹真多，没躲起来呀！刚刚那一下好险，幸亏我跳起来。哦，我还是低估了这个飞机的长度啊，这至少100排座位。好的，终于过关了。这样来到了最后一关啊，最后一关我就要用 RPG 了，用咱们的火箭炮。和我的主板一个名字，这里的雕像也可以。这个副武器好用是好用，太少了，只有10发。本关会补充1次的，那补充那次呢，就要都留给 BOSS 了。中间呢需要换副武器使用。子弹补充一下。子弹也要省着点用，这个游戏呢，子弹数量过关不继承。如果它加入一个继承要素，那可能很多小伙伴在玩的时候，每关就需要算计了。好的 ，S 枪，30发，也不用留啊，这个，因为后面还要换。这关这个红色敌人虽然呢2枪就可以干掉，但是非常讨厌。感觉小兵里边他的 AI 算是高的。我往后走了，我还以为他手雷能扔过来，但是小心一点准没错。
往前走一个屏幕呢，大概你就需要停一下，万一被前后包夹了是非常被动的。一个方向来的手雷子弹都好处理，两个方向呢就不好弄了。得需要上楼。上楼之后呢，本关就一半了。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，就像这种没有楼上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敌方如果前后把你包夹了，基本上就快挂了，离翻车就不远了。像这种位置呢，咱们如果实在躲不了了，还可以翻到楼上去。但如果没有楼上怎么办？70发子弹，好的 ，S 枪要用光了。这里给补充，补充的是火箭炮啊。可以了，这个火箭炮不要用了，打 BOSS 的时候再用。清一下小兵，把子弹捡了。上面是加血，本关还有一个回血点，这样咱们的血量是5滴。这扇门进一下，然后就开始 BOSS 战了。BOSS 战是一个2连战，一共2个形态吧。第一形态咱们就用手枪，第二形态用火箭炮。好，它是上路和下路，上路的话蹲，下路的话跳。实在是有点抗打啊。打爆，然后 BOSS 跳出来了，他拿着一个激光武器。这个激光武器呢，节奏、角度是固定的，所以说你摸索之后，一般玩家会找到自己打他的节奏。每个人的躲法不大一样。好的，10发 RPG 都交代了。这样过关之后呢，咱们就算是通关了。剧情交代一下。男主呢又犯了没有补刀的错误，这样 BOSS 爬了起来，把这个基地给炸了。男主呢生死不明。如果是默认难度的话，游戏也就这样了。但如果是玩的隐藏难度，用秘籍调出来的隐藏难度，你会看见一张照片。这个照片呢，我会附到这个视频的最后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《雷霆任务3》。也是系列的完结篇，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